深圳最不缺的大概就是各种各样的工厂、五金厂、电子厂、模具厂、服装厂。从小地方走出来的一些年轻人，最初对深圳这种繁华的大都市抱有一定的幻想，而第一选择便是进入工厂打工。但是进入工厂久了之后，他们总会觉得深圳的生活跟自己想象中的全然不同，以至于出现一个令人玩味的现象：有部分人辛辛苦苦一年，结果到了过年回家一分钱没挣着。实际上，深圳的工厂工资待遇并不低，那么他们的钱都去哪儿了呢？大家好，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在这里，猫眼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1995年生的杨鹏，在初中毕业那一年来到了东莞，在一家电子厂里打工。入职后的岗位是个人人嫌弃的累活——修理工。老员工们抱团不愿做，他是个新人，只能硬着头皮，忍受着排挤坐上工位。一天干下来，吃饭时碗都拿不稳，活不好干，受伤是家常便饭。锋利的撬刀扎进手指头里，血直往外冒。坐在办公室里的班长熟练掏出云南白药，撒在他的伤口上，绕上一圈创可贴后，杨鹏就赶紧回了工位，在轰鸣声和机油味里重复着自己的昨天。一名叫杨玉金的19岁女孩在厂里做焊锡，为了芯片质量，她不能戴手套，烧融了的锡点会从喷口溅到手上，一双手常年累月在烫上，裹纱布中反复，留下无数丑陋的疤痕。然而再苦再疼也1分钟不能耽搁，因为你一旦停下手里的活，下一个人的工作也会跟着停摆，耽误了工厂出货，谁都赔不起。即使白天已经工作了8小时，忙到精疲力尽，只要班长一声令下安排加班，他们就得留下来，任劳任怨地继续再熬4个小时。每一个人像是齿轮一样连轴转动，头顶还有个声音在永远催促着加速加速。这是导演殷洛在2016年拍摄于东莞某工厂的纪录短片《18岁的流水线》。他们接触了63名厂哥厂妹，90后占75%，95后占52%，都只有小学或初中学历。厂里主管说，读书读到半道就选择辍学来这里打工的孩子比比皆是。女孩还好，大部分90后男孩根本攒不下钱。深圳的工厂工资待遇并不低，如果不过度挥霍，还是可以过得很舒适的。但很多人都是苦于工作任务过于枯燥，管理制度过于严格，不愿意加班，所以每个月只能拿到不到3000块的基本工资。其次，在工厂工作以外的生活便是喝酒玩游戏。大胆一点的男工时而会下血本撩拨同厂的妹子，或者偷偷一个人去附近的小巷子里找小姐，亦或者一群人相约去美女其实多的按摩店。但生活依旧像是在混日子一样。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也会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因此工厂的人员流动性总是很大，干1-2个月就离开的大有人在。但也有不少人发现离开工厂后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便又再次回到了原本的厂子里。枯燥无味的工厂生活依旧在机器的轰鸣声中继续下去。工厂内很多工人的愿望也只是能找个合适的人结婚生子，然后继续打工，攒下一些钱之后让生活越变越好。但是有一些人会发现，在工厂里谈恋爱也并不容易，尤其是男女比例失调的厂，找对象成了一件难事。王国军曾被分到防尘车间内，进入拉线后，他就发现拉线的10几个人中只有2-3个女孩子，其余都是男性。那些天天嚷着在工厂找女朋友的男性，既找不来女朋友，又无处可去。相反的，在一些女性远远多于男性的厂子里，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女性身上。只是男工人找不到女工人当对象，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女性会认为自己应该找一个地位相对高一点的男性结婚，不甘心跟同为工人的男性过一辈子，这是社会中婚恋问题的一个缩影。另外一部分则是在当下，工厂工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得不到他人的尊重，尽管他们拿的工资比大部分坐办公室的文员要高，也依旧会被人看不起。95后的杨鹏已经是电子厂内的老员工了，他曾经谈过一个很喜欢的女朋友，但女朋友带他回老家见家长时，他的父母却嫌弃杨鹏的学历和工作，认为一直待在厂子里没有什么前途，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后来杨鹏跟同在一个工厂里的女工人李梦诗交往，2人感情稳定，但杨鹏想到自己没车没房，给不了女友更好的生活，
而他自己也没有敢于尝试其他事情的冒险精神，便常常有某种忧虑。李诗梦跟杨鹏却是不一样的人，他喜欢画画和音乐，闲暇时会在画纸上涂涂画画，还有学唱歌、学跳舞。他常说，总有一天要带着杨鹏离开工厂。杨鹏和李诗梦这对情侣有自己的辛苦和无奈，但在偌大的城市里，能有一个人可以相互取暖，这大概已经算是幸运了。多数人苦于在工厂里找不到一个能相伴的人，只能一个人交错生活，忍受寂寞和忙碌着。这在一定程度上像是陷入了另一种情感沼泽内。工厂内的男工人们每天的生活几乎就是工作、喝酒、打游戏、撩妹，发工资是他们最喜欢的日子。在这一天，他们可以换一种更好的酒，3、5好友一起去吃一顿好的，或是去网吧打一整天的游戏，亦或是找上心心念念很久的美女技师。然而，对于这些低学历工人来说，命运的底色却依旧是灰暗的。有的人从一个流水线调到另一个流水线，从一个工厂换到另一个工厂，发现干的活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低学历又没技术，成为一种前进的阻碍。有许多前往深圳、东莞、惠州的打工者都很年轻，他们往往来自偏远山区的贫苦家庭。进工厂打工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家人。1997年出生的申才金来自云南文山，很早便辍学，一开始跟着老乡到工地上干活，干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工地太累了，便选择进厂。每天在流水线上干12个小时，可以拿到5000多块钱的工资，用这工资他要养活一家人。流水线很苦，但他不敢停下来。同是97年出生的女孩杨金玉，挣到的大部分钱都寄回了湛江老家，想为家人盖一个新房子。她说，读书时觉得没意思，便选择辍学打工，但进入工厂后，觉得这份工作更没意思。临近过年时，她打算多干一段时间就辞职。可被问到要换什么工作时，她也觉得迷茫，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全广斌16岁时就辍学外出打工，到23岁时换了将近10个工厂。如今他每个月的工资是6到7千，比起同龄的打工人还是比较多的，但他就是存不下什么钱。全广斌渴望找到一个适合的女孩子结婚，但工厂里的女孩看不上他，他也没有其他交际圈。有一次他尝试网恋，但遇到了骗子，对方骗了他600多块钱，这又让他再一次对感情失望。回家过年后，全广斌想留在老家找工作，但以他的学历来说，除了工厂根本就不知道还能找什么工作。如果问这几个人时光若能倒流，是否愿意多读点书提升自己的学历，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愿意。后悔在大好的青春年华就外出打工，没有学历就只能卖力气。另一位涉世未深的年轻工人却不理解申才金、杨金玉等人的想法。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孩子毕子依林和黑莱拉夫奉行享乐主义，在16岁时就辍学跟着前辈进了工厂。毕子依林原本是有读书的机会的，也不是没有读书的天赋，他考上了西昌的学校，但觉得读书太苦太累，打工好玩一些，便放弃了上学的机会。毕子依林和黑莱拉夫满足于工厂里的生活，拿到了钱就可以去酒吧、网吧、KTV 玩乐，放松2个月，钞票用完了就回到厂里继续赚钱。有女工愿意和他们玩乐，他们便常常带着不同的女孩子去唱 K 开房。2个人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认为过好目前的日子就行了。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工人，在灰暗的命运底色下，不愿意向生活妥协，怀着对未来的希望努力提升自己。和杨鹏在同一个工厂的高级技工杨师傅学历并不高，但他在年轻时就刻苦钻研一门技术，成为稀缺的技术工。工厂的老板跟他说话都要敬他几分，他的工资高，也不愁找不到好工作。工厂里有一些工人羡慕杨师傅，便咬着牙在下班的时间刻苦钻研自己感兴趣的技术，渴望未来的某一天能靠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好的生活。李梦诗喜欢美术，在业余时间他常常练习画画，也一直在寻找其他更好的工作机会。在同一个地方，有人甘于堕落，有人努力向上。低学历的工人或许逃不过某种命运，但命运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只要努力上进，生活就是有光亮的。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